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把我几年前做的小衣服又穿上去了。这个裙子以前在很早视频里面大家有看到过，但是因为今年真的胖了很多哈。你看我把它这布撑得有多展。还有这个裙子呢，它叫做奶娘裙，就是挤奶工穿的，以前挤奶工穿的那种裙子的款式哈。胖了之后呢，哪里都不是很合身，那个东西总往下掉，就在想让你更性感哈。你看我今天我穿到这个时候，因为胖了之后才发现。它确实还是有点性感，你知道吗？这之前有一个品牌，它就把这个裙子复出了嘛。完了之后，现在我是当时那个品牌很火的时候，我就看着很好看，就自己做了一条。哎呦，现在跟你们讲话，我就觉得要大喘气。你看这个腰啊，真的我怕把它给勒断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分享我今年夏天背的包包们。这第一个呢，就是最近才完成的这个购物袋。我就穿这一件衣服，就告诉大家，你就是穿这种比较典型的夏天的服装，怎么穿这种连衣裙，怎么穿都好看。如果不好看，那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的问题。你看这个是棉草线，去年时候记得吗？我给大家分享那个帽子特大哈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把它拆了，就做成这样一个包。这个包呢孔比较大，所以你不能放太细份的东西。夏天就去海边放个小孩的这个换的这个衣服啊、短裤啊，还有毛衣啊、毛巾啊什么的就可以了。好看吗？就是这种，就是很自然。然后你穿个 T 恤，穿这种夏天穿的裤子也是好看的。用这种比较中性的色彩，黑色呀，或者是那种就是拉菲草本身的那个草色哈，就挺好看的。然后接下来是。同样是这款包包，这款包去年我也分享过，因为它这个线太长了，但是我也懒得给它，就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讲究哈，就懒得给它修改了，完之后就记着。然后呢，你搭配一些比较素色的衣服，挺好看。这个搭配这个蓝类型，里面有蓝的这种色彩，就真的很好看。就是咱们现在没有条件，也没有人跟我在街边搞个什么街拍啊拍照，就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。我展这些呢，因为这些都非常的简单。如果大家去喜欢钩针的姐妹们，可能一看都会的，就是非常简单的针法，又简单又好看。我现在大喘气儿了，你看它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更自然一些。走在街上的太阳一照，真的是特别的亮，还行。好，接下来呢是这两款包包，去年问的人很多，就这两款，它俩一模一样的款，但是线不一样。你看这个线它有点硬度，它就能撑得很好，这个线呢就软趴塌的，然后它就有点没有力气的感觉。装个东西，装的都是我们家的肥皂盒，肥皂就是还没开封的这些肥皂。看看，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小粘扣，磁吸扣，缝个磁吸扣。这个是我自己穿的，你就买那种链条，然后自己把毛线往里穿就行了。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那里面今天拍出来有点暗，就是在视频里面看有点暗。它是属于叫什么？叫什么火龙果色？火龙果色。哎，这个衣服怎么走不掉？好，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自然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就非常好搭配，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好看。你也不需要完全把它，就是说把里面这个给它拉起来，这样我觉得也可以。穿什么衣服都很搭，百搭。我用这个好像用的是最多的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几个小时就搞定了。这个我是用的最多的，就是我去海边一般都会用它。我之所以又搞了一个这个大网格的，就是这个放不下，放那些毛巾啊什么放不下，那这个就很方便，而且也不怕进沙子嘛，这个一抖一抖就干净了。这个是我用最多的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很喜欢这种稍微细一点的袋子，就是这种风格，很多人喜欢用粗袋，我喜欢细袋，我觉得细袋就是感觉更精致一些。是吧？这个好一些，下面不太容易掉。你看里面还叮叮当当的，用的东西比较多。这些都是这几个包都是去年织的。还有这个小包穿一个短的连衣裙，就穿的非常简单，或者穿短裤，穿个小背心啊，都很好看，非常简单，而且很轻便，你知道吗？款呢是我有一年回国的时候在郑州一家小店买的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而且它背上之后，它好像是竹子还是木头竹子做的，背上之后凉凉嗖嗖的。然后它里面还给你搭配了一个小袋，他就问它这个孔太大，我给你搭配个小袋，所以感觉特别好，又松弛，然后又有夏季的这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像我这个裙子真的现在穿上，哎呀，就是最能表现出来夏季的这种青春洋溢跟喜悦感，一出太阳就开心。今年几个包包，一个是这个，你看。这个就是比较中性色彩的，然后比较符合大家心目中这个拉菲草包的这样子的颜色，无论搭配什么都好看。然后小小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平时我们在这边大部分开车跟中国不一样，你知道国内一般公共交通啊走路比较多，尤其是在去日本的时候，我感觉真的是走路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这边都是
放个钥匙，放个钱包。对，我们这边还有钱包，国内揣一个手机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国内就要揣手机跟充电宝最重要的，这边还要钱包啊，什么钥匙啊，就放这个就可以了，小小的包。哎，都很简单，几个针法都是差不多的。其实我觉得钩针呢，就那2个针法，你只要把这2个针法学会了，我觉得所有的都是结合和创造，还行吗？好，有时候你出去玩，你想把手空出来嘛，就需要一个这种可以背的包。但是这个包呢，我就做的非常小，好像最近比较流行这种迷你包吧，就我自己感觉比较流行了。但是放不进去手机，你要穿衣服，你要多一个口袋，要放手机，这个是这样子。而且这个就比较适合平时的休闲遛啊、逛公园啊，这样子。还有这个穗儿，这个穗儿是以前那个小红包上的穗儿，都可以放。然后它也很简单，就一个针法，完了之后缝一个拉链就行了。好，接下来是这块包，一模一样的，剩的飞线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线的颜色不够，本身用这个红色勾的，红色勾线不够了，就拿这个粉色来勾另一面。后来我发现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，因为你可以根据你的衣服搭配深红或者是浅红。我天哪，我感觉我胸从来没有像今天视频里面这么明显突出过，还可以吧？这个上面小链子都是在淘宝上买的，很方便。国内卖这些东西都是很方便，一模一样，跟刚才那个棕色的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它这个链子小一点。这个呢是我2年前做的，我是在店里面看到一款这样子的包包，然后它好像是黑的，然后我就想要彩色的。夏天嘛，我也有黑的包包，我喜欢，我就夏天嘛，就尽可能的颜色稍微鲜亮一点。这个搭配黑色的那种连衣裙特别好看，就这个颜色。比较俏皮一些，上面是这种褶皱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收口的，收口，家里面的肺部头啊什么的。哎，这就是会个小手艺的好处，就是说你想要什么，脑子里面想一想，实在坐那儿没事儿了，然后就开始干。我这个人是不能闲着的，就是我不可能说坐在那里没事儿干，我会发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有个事儿干，哪怕做家务，哪怕打扫卫生，哪怕做个面包啊，做个什么，就是我是闲不下来的人。你比如说我在勾什么东西，我做个手工啊，或者我做衣服啊，然后听个书，我不会说完全的无聊的坐在那里听书翻手机，我不会的，我就是那个状态就会很抓狂，就一定要有东西干。你看我来温哥华，我来加拿大这么长时间了，真的是发挥我的潜力，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啥都没有，时尚也没有。我现在这些时尚可能在你们眼里都是老土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自己定义自己的美，对吧？就是在商场里吧，你有时候看衣服你看不上，但是你没有新衣服了，你就得硬买一件新衣服，就很少在商场里面看到哪件衣服特别喜欢，就是写着我的名字，我很少有这种感觉。那我都是带着一种找茬的这种眼光去看人家的产品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会制造一点什么，你对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苛刻哈。如果大家在我视频里面看到有自己喜欢的哪个作品哈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超级开心的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，持续支持我哟。